戴维的船在一场狂风暴雨中倾覆时，他不仅失去了他的船，还失去了他心爱的小狗麦克斯。一整年过去了，戴维始终陷在失去麦克斯的悲痛中，从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他。然而，在一次出海捕鱼时，他偶然发现了一个偏远的小岛。他从没想过那一天的经历，竟会让他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当戴维靠近小岛时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之前完全不知道这座小岛的存在，而它离他1年前帆船的地点竟如此之近。如果当时他知道这个地方，也许他和麦克斯就能得救，事情或许会有不同的结局。尽管戴维从未踏上过这座岛，但这次的发现让他大为震惊。他看到自己船的一部分被海浪冲到了岛上，而在环顾四周后，戴维看到了一个让他呼吸一滞的东西。他完全不敢相信这个东西竟然在那场暴风雨中幸存了下来。他不知道远处的朋友也看到了这个发现，并立刻报了警，而戴维对此毫不知情。他只想把这个发现当作自己的秘密。他继续探索小岛，但突然一架警用直升机出现在空中。戴维明白自己可能惹上了大麻烦，但问题是，戴维在岛上究竟发现了什么？他的朋友为什么要报警？麦克斯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场风暴与戴维曾经历过的任何风暴都不一样。戴维回忆起他的狗麦克斯走失的那一天。戴维和麦克斯一起在水上度过了许多年，船也经受了无数次风浪的考验。但那一次不同，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感到恐惧。他的预感非常准确，因为不久后，他完全失去了对船的控制。当戴维意识到无法挽救船时，他的思维立刻转向求生。他知道船上有一艘带马达的小橡皮艇，能够迅速组装。他赶紧收集了一些补给品，几分钟内就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准备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到，麦克斯呢？慌乱之中，他居然忘记了自己的狗。他有好几分钟没听到麦克斯的动静了。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麦克斯会发狂地吠叫。戴维开始在船上焦急地寻找，但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海浪变得越来越凶猛，小船几乎要被掀翻。有一刻，戴维意识到，再过几秒钟，他可能就会被海浪吞没。他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。麦克斯依然下落不明，也许他在船上某个角落躲避风暴，也许他已经掉入了海中。无论如何，戴维不能再等了，他必须离开，否则自己也会陷入险境。当戴维把橡皮艇推入水下时，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视线。他跳进了艇中，与心爱的船拉开了一点距离，心中明白一切还来得及。但就在那一瞬间，船彻底倾倒了。如果他没有及时离开，可能已经随船沉没了。然而，戴维心中最痛苦的不是失去了船，而是想到他的狗麦克斯可能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。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，戴维拼命保持小橡皮艇的平衡，同时眼睛不停地扫视胜利，希望能看到麦克斯的身影。显示只是游动的一个黑影，他的船已经沉入海底。风暴肆虐，戴维幸运地依靠灵活的身手和坚韧的意志，挺过了一波又一波的致命巨浪。最终，暴风雨渐渐平息，天空的乌云开始散出阳光，透了出来，仿佛黑暗的磨难终于有了尽头。戴维活去了，虽然满身疲惫，但他仍然感到幸运。然而，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，他的血管和设备的残骸开始漂浮上来。戴维尽力收集能用的东西，准备返回继续，但同样最重要的东西却不见了：他的狗麦克斯。
没有任何麦克斯浮出水面的表面。戴维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海面上搜寻他的伙伴，但结果是一无所获。最终，戴维不得不接受一个让他心碎的事实：麦克斯可能已经永远离开了他。戴维决定返航，他不想再次遭遇暴风雨。几小时的航行中，脑海里只有麦克斯的身影。他不断责备自己，为什么如此粗心大意地把狗带上船？他以为不会出事，因为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。但这次他错了。戴维花了很长时间去接受麦克斯失踪的事实，即便生活还在继续，他心中的伤痛却没有完全愈合。虽然他拿到了船的保险赔偿，但迟迟没有买新船。那场风暴让他受到重创，暂时还没勇气再次出海。他也考虑过再养一只狗，但觉得这么快就放弃麦克斯是对他的不尊重。1年多后，命运给了戴维一次面对恐惧的机会。一位好友想去深海钓鱼1周，邀请戴维同行。作为经验丰富的船长，戴维犹豫再三，最终还是同意了。出发那天，清晨的海面平静无波，只有船的发动机嗡嗡作响和轻拍的海浪声。戴维陷入了沉思，直到朋友的呼喊把他拉回了现实。他们的小船逐渐靠近一个偏远的小岛，岛上的参天大树、崎岖的悬崖和隐秘的海湾吸引着他们。戴维的好奇心被唤起，这个小岛似乎散发着神秘的气息，像在低语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小船轻轻靠上沙滩，戴维踏上陆地，心头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怀旧感。每一粒沙子似乎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。他的朋友问道：“你是不是来过这里？”戴维感到有些失落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心中的感受。但随着他们在岛上行走，他的记忆渐渐复苏，每棵树、每块石头都像在低声细语，让他想起那段未曾遗忘的往事。他们继续前行，戴维的手拂过眼前的景物，心中升起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这里似乎曾经在他生命中留下了什么痕迹。他的朋友不解地问道。戴维只能摇摇头。他们在岛上的探险充满了兴奋，但戴维的心中却因为不断涌现的忧虑而狂跳不已。每走一步，他都会发现岛上更多奇怪的东西。他的朋友被这些发现吸引，但却越来越警惕，偶尔瞥向戴维，似乎在询问是否应该继续探索。当他们穿过灌木丛时，戴维的脚碰到了一个硬物，他弯腰清理掉覆盖在木头上的树叶，发现了一块熟悉的木板。戴维的心一沉，那是他那艘旧船的一部分，记忆如潮水般涌来，淹没了岛上的鸟叫和树叶的沙沙声。每一块碎片都带来那个恐怖夜晚的回忆。继续前行，戴维发现了更多过去的遗迹，破碎的木板、缠绕的绳索和半埋的指南针。每一片残骸都唤起了对风暴的绝望呼喊和咆哮海浪的回忆。戴维几乎能听到风暴的幽灵般的回声，脑海中浮现出那晚的生动画面。尽管岛上的美景令人陶醉，但对戴维而言，它却成了一首哀伤的歌。每一步都让他回想起那场悲剧，过去与现在在他心中混淆，让他难以辨别现实。过去的记忆像情感的风暴一样缠绕着他，让他无法找到稳固的立足点。每一个发现都沉重地压在戴维的心上，思绪在如果与怎么办之间徘徊。他捶打着自己的额头，内心充满了悔恨和自责。他的朋友看着戴维的痛苦，试图安慰他，但面对戴维的深深悔恨，言语显得无力。太阳开始西沉，岛上的阴影拉长，景色既美丽又忧郁，谜团依旧悬而未决，秘密仍然隐藏在岛上，
促使戴维和他的朋友继续深入探查。即使一天即将结束，在深入岛内时，戴维的目光捕捉到一个奇特的景象：一个用树叶和树枝搭建的简陋庇护所。它的存在暗示着有人曾经试图在这里抵御风雨。戴维心中涌起一个问题：是否有人比他们先到这里了？怀着小心翼翼的心情，戴维慢慢走进那个简陋的住所。他的心跳加速，因为除了明显的人类痕迹之外，他还在地上发现了一些熟悉的爪印。那些印记让他想起了麦克斯，他的爱犬。心中燃起了希望，戴维低声呼唤着麦克斯的名字，仿佛在黑暗中点燃了一颗微弱的火种。他坚定地决定追踪这些痕迹，祈祷他们能引领他找到失散已久的伙伴。每迈出一步，脚印似乎变得更加清晰，仿佛在催促他继续前行。戴维的朋友望着他，脸上带着疑惑和期待的复杂表情，试图理解戴维心中的挣扎与希望。我们看看这条路通向哪里，戴维坚定地说着，朝岛屿的更深处走去。四周寂静无声，偶尔传来远处的狗叫声，让他一度停下脚步，紧张地倾听，心中祈祷这不只是风声的捉弄。你听到了吗？他问道，眼中闪烁着渴望与期待的光芒。但究竟那是真实的声音，还是他因为思念麦克斯而生的幻觉？随着时间流逝，岛屿的辽阔感愈加显现出来，但戴维心中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。我必须知道真相，戴维在心里自言自语。每一声沙沙的风声，每一个模糊的影子，都成为他前进的动力。他告诉自己，我不能就这样离开。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太阳逐渐西沉，整个岛屿笼罩在一片神秘的暮色中。戴维的朋友开始显得不安，催促道：“我们应该离开了。”然而，戴维恳求道：“再给我一点时间。”尽管他感受到了周围诡异的气氛，影子拉得更长，寂静中的紧张气氛像一根绷紧的弦，似乎随时可能断裂。水面上偶尔传来的轻微波浪声成为唯一的背景音。戴维的脑海中充斥着回忆和希望，而他的朋友心中则被越来越强的不安侵蚀。两人之间的沉默变得越来越沉重。岛上发生的事情引发了戴维朋友心中的疑虑。戴维的朋友开始回想起他曾分享的那个命运之夜的故事，逐渐把那些碎片拼凑起来。虽然他并不确定自己所怀疑的到底是什么，但他隐隐觉得那个夜晚还有未曾揭开的真相。戴维的故事似乎隐藏了某些细节，而他的朋友感到自己像在拼图中找到了关键的缺失部分。但这些答案或许不是戴维所希望的。戴维是不是在隐瞒什么？他的朋友疑惑地想着，心里越来越沉重。回忆起他们共同经历的那些时刻，曾经牢固的纽带似乎正在松动。戴维依然沉浸在对麦克斯的希望和回忆中，几乎没有察觉到身旁朋友的异样。空气中弥漫着未说出口的话语和未问出的疑问，两人的关系正处在崩溃的边缘。回到大陆后，戴维的朋友开始了秘密调查。他悄悄翻阅戴维的保险文件，浏览着旧报纸上的报道，搜索着网络上的资料。每一条信息，每一个传闻都成为他探寻真相的拼图碎片。可越是深入，谜团反而越加复杂，时间线开始模糊。戴维讲述的某些细节显得过早或不符。随着调查的推进，戴维的朋友愈发感觉到问题的存在。时间不一致，目击者的说法互相矛盾，保险理赔中的差异更是加深了他的怀疑。那些曾经与戴维建立起来的信任基础，如今正一点点被侵蚀。通过当地的关系网，他暗中搜集更多的证据，打匿名电话、
安排秘密会面，甚至雇人帮忙，只为拼凑出整个真相。终于，经过不懈的努力，戴维的朋友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线索，真相即将浮出水面。然而，他也明白，面对戴维的那一刻，可能会彻底改变他们的友谊。与此同时，戴维被另一种强烈的决心点燃了。他开始四处搜集物资，购买地图和装备。他心中的目标只有一个：重返那座小岛，揭开麦克斯的最终命运。这份执着让他毅然决然地行动，即使没有朋友的帮助，甚至没有知会任何人。戴维驾驶着船，再次驶向地平线。海浪拍打着船身，风吹乱了他的头发，但他的目光依然坚定。他知道，每前进1英里，自己就离答案更近1分。岛屿的轮廓在远处若隐若现，仿佛召唤着他。那熟悉的景象勾起了他对那场风暴的回忆。也许这次，他将直面真相，不管它会带来怎样的后果，甚至可能会再次让他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。戴维的爱和对重聚的希望，让他在惶恐与兴奋中继续前行。他重新起航，船只在岛屿的绿色和阴影中穿行，每一步上岸都是向结局迈出的一步，也可能是救赎的开始。戴维没有浪费时间，他展开地图，握紧工具，坚定了决心。他开始了探索之旅，岛上的每一草每一木都将被细细探寻，每一个关于麦克斯存在的蛛丝马迹都将被追踪。戴维肩负使命，毫不动摇。与此同时，戴维的朋友被这些发现深深震撼了，他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怀疑。走近戴维，挥舞着手中收集到的证据，紧张的气氛弥漫开来。曾经亲密的盟友之间，怀疑的风暴正在酝酿，指责像箭一样在空中飞舞，每一次都刺得更深。你一直在骗我，他的朋友怒斥道。戴维却以绝望的声音回应：不，你不明白。争吵迅速升级，最后电话被抢走，警察被叫来。戴维难以置信地看着警官走近，以涉嫌保险欺诈为由对他进行审问。这与他曾经共享的温暖友谊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警车离开时，戴维感到深深的背叛感。审讯室里的灯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。面对怀疑的警官，戴维复述了自己的故事，努力表达那晚的痛苦与创伤。每一个问题都像是指控，每一个疑问都挖掘着他内心的伤疤。尽管他竭尽全力诚实，但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让他的叙述显得越来越可疑。时间上的差异，叙述中的变化和记忆中的空白，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可疑的嫌疑犯。就在戴维似乎失去希望时，房间里的阴云密布，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了。一名岛民，皮肤黝黑，胡须粗犷，走进了警察局，自称掌握着有关事故的重要信息。他描述了偶然发现的船只残骸和一只符合描述的狗头。男子讲述了收养这只狗并等待它归来的故事。他的话描绘了一幅生动、令人信服的画面。这个全新的视角彻底改变了事件的叙述。岛民提供的证据推翻了对戴维的指控，揭示了事故的真实性质，消除了对他的怀疑。戴维不再是嫌疑犯，而是一名公认的幸存者。当他走出警察局时，警察局的负责人上前，对戴维的遭遇表示了诚挚的歉意。戴维发现他的朋友正在等待着他，眼神中充满了愧疚和欣慰。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，试探性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他们开始了重建信任的缓慢过程。这种信任曾被如此残酷地打破过。小船平稳地在水面上滑行，将戴维带回到那个承载着无数回忆的小岛。
岛上的当地人与戴维分享着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，每一句话都让戴维憧憬着与麦克斯重逢的场景。穿过密林，远处的虫鸣，码头的气息，戴维的心跳加速。他渴望听到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吸引着他加快脚步。终于，他在一片空地上看到了麦克斯，虽然老了，但眼中闪烁着识别的光芒。戴维和麦克斯奔向对方，他们的友谊在这一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厚。重逢的瞬间充满了无法言喻的喜悦。在麦克斯急切的带领下，戴维一路追寻着他朋友生存过的痕迹。他们走过了临时避难所、小船残骸以及其他曾经熟悉的陆地标志，每一处都见证了他们共同的经历和坚韧不拔的精神。这座岛曾经给予戴维无尽的痛苦，但如今他与麦克斯的重逢让他开始感受到新的希望。戴维明白，是时候将这段过去放下，带着满心的回忆开启新的生活。站在岸边，他静静地回望过去的一年。这座岛曾是绝望的象征，但也成了重新发现自我的地方，更是他与麦克斯重聚的希望之地。每一个步伐都唤起往昔的回忆，但如今未来比过去更具吸引力。戴维终于决定告别这一段艰难的旅程。健康的麦克斯和充满活力的戴维紧紧相拥，过去的痛苦不再影响他们，取而代之的是结合的温暖与满足。两个同伴在岛上回忆起他们所经历的风雨，每一个脚印都成为他们独特故事的一部分。他们纪念着过去，也承认这座岛在他们生命中的特殊意义。告别的时刻终于到来，戴维和麦克斯登上小船，海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他们开始了新的冒险。在风的吹拂下，那座有着悠久故事的小岛渐渐远去，前方是一片无垠的大海。戴维和麦克斯的故事还在继续，他们知道，无论他们走到哪里，这座岛的教训和记忆将永远伴随着他们，指引着他们走向新的地平线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故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、分享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